季星，这么巧，好巧啊！曾总，我一猜你就在这儿，下了飞机我就过来了。跟季总聊事儿。是。星辰刚起步就能参加规格这么高的论坛，怪不得人家说，找到一个好的投资者，就好比上了快车道。星辰本身就有实力，收到邀请迟早的事，我只不过让时间变短了一些。这次展销会，广华的展位在东一旁边，离星辰好像也不远，你有空就过来看看吧。毕竟也是广华的老员工，之前为公司也贡献了很多。当初突然辞职，我和陈总监都觉得很遗憾呢。谢谢曾总邀请。说来也惭愧，当时离开广华闹得也不是很愉快，大家还把开除朱磊的事儿都怪在我头上。当时我还想不通，但是我现在也理解了，出了事儿总是要有人背锅嘛。这么说来，我还真的欠你一句道歉了。当时只是觉得开除了朱磊能替你出气，没想到反而让你现在误会越来越深了。这家餐厅一点都没变。你第一次从德国回来参加深圳峰会的时候，还是我向你推荐这家餐厅的。那会儿广华还是初创阶段，多亏了有你介绍了很多人脉资源，才能使广华迈出第一步，才能和那么多好的企业建立了长久的合作关系。就像季星联络北迪一样，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我还有工作要忙，我就先走了。再忙也不差这一会儿，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工作要紧，去忙吧。先生，您的意面好了。没想到你还是喜欢吃这家的意面，和我们当初一样。服务员，你好，先生。这份打包。好的，先生，请稍等。季星现在是星辰的老板，不是广华的员工，以前的旧账不要再翻了。我不过是想跟他好好叙叙旧而已，谁知道他抓着过去的事不放。他为什么这样？你心里没数？先生，您打包的意面好了。谢谢，给这位小姐也来一份。好的，请稍等。你刚来，吃完再走。西西，怎么样？意面好吃吗？气都气饱了，没吃。啊，星星，你怎么了？这是？我刚刚在餐厅遇到曾迪了，我现在看见他就烦。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跟韩婷的关系暧昧不清，所以看见他就烦？他跟韩婷什么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你烦什么？是不是让我说对了？啊，你也有可能是饿的。不说了，
你先忙吧，等你过来。啊。拜拜。还挺有活力。一口饭不吃，跑这么远，气饱了，浑身都是劲儿。那这意面还吃吗？曾迪好歹是个公司的老板，你跟他吵什么？老板怎么了？我当初为什么离开广华，他心里没数，还好意思拿出来说？你就算嘴上占了便宜，又能怎么样？这圈子就这么大，得罪了人，别人背后阴你，对你有什么好处？说的好像我忍了他就不阴我似的。至少不会激化矛盾。与人交手就跟下棋一样，你至少得想5、6步之后的招数。你觉得上次原材料的事是偶然事件吗？曾迪，你看你的情绪，起伏的跟过山车一样。扑克牌不是玩的挺好的吗？怎么下了牌桌就不懂得控制情绪了？你看我都离开广华了，他还搞我。合着我前面跟你讲的都白说了。快吃吧，别凉了。哪儿去？工作。是万里物流的张明辉。你好。你好，你好。我知道这东一啊，在您的带领下发展的越来越好了，感觉你们在这方面也越来越如鱼得水了。曾总，季星，你的位置呢？这儿。你坐。一会儿会后聊。嗨，来了，好久不见。欢迎各位来到深圳 AI 医疗高峰论坛，我代表主办方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每个世纪都会经历那么1到2次重大的技术变革。当下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来了，医疗正处于风口。那本次 AI 医疗高峰论坛也汇集了国内医疗行业的精英人士，希望各位能在演讲和研讨中有所收获。下面我宣布，本次高峰论坛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有请开场嘉宾东洋医疗总裁韩廷先生上台，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有请。隔3差5就会有各种会议、各种论坛，每个圈子都是如此。做事的不多，讲话的不少。我是做的不少，当然，话也不少。行业前景一直是从业者们最关注的问题。我虽然不能预知未来，但我想和各位浅聊一下关于医学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纵观整个医疗发展历史，人们从一开始依赖植物药、宗教治病的古代传统医学，到发展成体系且与科技紧密相关的近现代医学，再步入到系统医学与智慧医疗的时代。时代的趋势一直在不断改变。
而人们和市场的需求也在随之改变。什么样的土壤决定开什么样的花，宏观环境是产业发展的基础，是企业成长的土壤，其中包括了一系列可影响产业发展的外部要素。我们可以从政治、社会、经济。是金子，总会发光。你记性可能是金子，但你别忘了，这座城市里遍地都是金子。我相信，未来的医疗行业会迎来井喷式的发展。面对奔涌而来的浪潮，我们企业所要做的，不是引领趋势，而是顺应趋势。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勤学共勉，为国家、为事业发展贡献企业家应尽的力量。谢谢。好的，感谢韩总精彩的演讲。我相信呢，大家刚刚听了韩总的分享，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韩总。那么接下来有10分钟的提问时间，也请在座的各位来宾踊跃的举手报名。韩总，我们一起移步至我们的舞台中央。看来现场想要请教韩总的来宾不少，韩总您自己选吧。这位蓝色衣服的女士，韩总你好，我想请问东医在智慧医疗有什么具体的布局和规划呢？好的，各位，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还剩最后一个问题可以问了。最后一排，短头发的女士。谢谢。韩总刚刚说，企业不是要引领趋势，而是要顺应趋势，可是听起来似乎否定了企业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难道不是引领市场的企业才更具备竞争力吗？对，励志书上的确都这么写的。但跟时代比起来，个人的力量太过于渺小。与其说是引领，倒不如说是比别人更快一步，发现时代的机遇，顺应时代的改变。如果太过超前，自己还要保证可以坚持到属于自己时代的到来，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才会离成功更近一步。东阳做的是要落到实地分析数据，寻找需求，在一次又一次的试错之中摸索时代的脉搏。但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不要一上来就想着征服世界，先学习利用风向和洋流开辟航线，从小开始，做专做精，这是第一步。不知道这个回答能否解决你提出的问题？谢谢韩总，我听明白了。等一下，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位女士是星辰科技的总经理季欣。星辰科技是东医投资的一个主营 3D 医疗打印器械的初创公司。3类器械门槛很高，对比于1、2类要难得多。希望季总能够带领星辰科技填补时代的空缺，激流勇进。星辰一定不辜负韩总的期望。现在我们的椎间融合器已经研发完成，即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希望可以在这次的展销会上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机构，我们尽快推出产品，满足时代和市场的需求。
苑总，您的这位弟弟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成为焦点啊。东医和童科虽然是竞争对手，但是我不得不承认，韩婷真的很有个人魅力。这一通演讲下来，不知道能收获多少位合作商呢。做他的竞争对手，不容易啊。等峰会结束了，商量一起喝杯茶。常总，以东阳和童科的关系，您觉得我能答应吗？商人之间只谈利弊，而亲人之间涉及利益时，却都你死我活。我有个很好的提议，相信你一定会很感兴趣。等你有时间了，不妨坐下来听听看。是企业成长的土壤，其中包括了一系列可影响产业发展的外部要素。看什么呢，苏干？韩总演讲的视频。哎，你别说，韩总的演讲真的很有水平，看完以后学到很多东西。苏哥，你这人怎么不开窍呢？啊，多少爱情萌芽在旅途，你和厉总一块出差是个大好的机会，你还不抓紧查查吃喝住行的攻略，想办法约厉总一起出去，展现你面面俱到的魅力。哎呀，你别瞎说，小点声吧。人家厉总有男朋友。但是我观察厉总很久了，我觉得他不像是有男朋友的状态。说不定他只是拒绝你的借口。这次真的是个展现魅力的大好机会，一定要展现什么魅力啊？说韩总的演讲，韩总有魅力，是吧？你们聊，我还有工作没做完呢。嚯，韩总是帅啊！哎呀，这咖啡越来越苦，加包糖，丽姐。你苦，我加什么糖啊？加一包。韩总拉这儿了。不行不行，有点官方了。喂，韩总。会展准备的怎么样？准备的差不多了，丽丽跟苏知州一会儿就过来。你还在听吗？那个，我想跟你说，谢谢。我这次收获很多。我还有事，先挂了。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吗？你在那里啊的干什么？亏我还这么认真跟你说谢谢。小白17呢，主攻的是齿科疾病诊疗。截至今天啊，已经成功为1600名患者进行诊疗，与医院专家的诊疗结果吻合率高达99%。大家可以先来了解一下。
哎，新辰科技了解。你好，新辰科技了解一下。你说跟瀚海的一比，咱们的店面是不是太小了？应该租一个大一点，才像大公司的气质。没有前景。这算什么？光地理位置咱们就输了，人家占的是人流量最大的地儿，咱们在偏僻的角落。哎呀，干嘛给自己泄劲儿啊？我们可以主动出击一下。这样，周周、丽丽，你们留在这儿，给一会儿来展位的人讲解。小上小下，我们去发宣传手册，争取拉点客户回来。好。好。走。广华科技，广华，了解一下机器人小白。有时间您可以去我们展位了解一下。行，有空我就去看看。哎，女士您好，我们是新辰科技的，您了解一下。哟，这不是季星吗？都当了老板了，还这么低声下气的？陈总监，人家背后啊可是站着韩总呢，咱俩讲话还是得注意一点。毕竟朱总监就是前车之鉴嘛。哎呀，是。不是你，哎，您好，是创新中心的许直许主任吗？你是？我是新辰科技的季星。啊，你好。我们公司研发的椎间融合器正在找临床试验的合作机构，您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还不错，你们的展位在哪里啊？走，去看看。啊，这边请。好。看什么呀？赶紧发传单去。广华科技小白了解一下来您。新辰产品很不错啊，回新港后我们就互访考察。太好了，谢谢您，许主任。星辰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再见啊！哎，您慢走。欣姐，你刚才太厉害了，对答如流的。看来这回和创新中心的合作有希望啊。还得看回去互访考察的结果。不过呢，总算是有点收获了。咱们继续争取多找几家合作机构。好嘞。你好，跟您了解一下。好的。这边。我们主要是做这个。现在先等一等，然后呢一会儿场地讨论来谈这个消费者。现在呢就谈我们这个影像的事啊，然后呢一会儿然后简单介绍4句话，之后咱把参赛去那边去看一下，然后进入这个讨论。所以说他为什么谈不了？好的，各位，这是我们颈椎融合器的一款产品。这款产品呢，采用的是我们 EBM 钛合金材质，天然的拥有非常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可以将我们过去的传统产品的不足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和增进这样的一个效果。来，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陈总，您认识我？昨天的论坛上最后一个向韩总提问题的不就是你吗？哎呀，问题不太成熟，让您见笑了。不会不会，这确实是一个常见的，却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一心想着引领趋势，栽了不少跟头之后，才学会了顺应时代。瀚海是我们行业内的标杆，没想到你也经历过这些。谁还不是从微末的时候走过来的呢？我们这个行业都是烧投资人的钱，研发周期长，效益来得慢，初期发展比很多行业都要艰难。是。哎，那陈总，我想冒昧问您一个问题：你们的融合器从立项到上市需要用多长时间？2年03个月。哦，那挺快的。但投资人未必等得了啊，毕竟我们花费的时间就等于他们投入的真金白银。季总，我还约了人谈事情，就先走了，你慢慢参观啊。哎，好，你忙。再见。再见。
季总，韩总，发什么呆呢？我刚刚看了瀚海的产品，他们今年又有3、4件植入类器械许可上市了，领先太多了。这以后要是竞争起来的话，以星辰现在的规模，担忧和瀚海的竞争还为时过早。这个圈子其实很大，今天的敌人有可能变成明天的朋友，没必要这么早给自己树立假想敌。与其杞人忧天，倒不如先稳住自身，一步一个脚印的走。韩总，你相信有一天，星辰会做到像瀚海那样，甚至超越瀚海？难道你认为我投星辰是在做慈善？老板，彭总电话。不好意思，接个电话。哎，等等，韩总今天晚上有空吗？韩总今晚7点有个特别重要的视频会议，估计8点以后才有时间。季总有什么事吗？我想答谢他一下，您帮我跟他约一下，今天晚上8点半，在龙山路的斯塔艾斯甜品店，我在那儿等他。好的。谢谢。喝一啊，李总，您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呀？我想等展会结束之后，约您一起吃个饭，聊聊后面的合作。好啊，我们还带了些好酒，今天晚上一定喝个尽兴。听您的。好，那就晚上见。晚上见。再见。这回去的话，您可以稍微了解了解，然后我们期待您的来电。好，走。喝口水。讲了半天话了。谢谢啊。丽姐，晚上的饭局，我跟你去吧。苏总，你是能给我挡酒，还是能帮我谈单啊？你要做的是产品的质量把控，跟客户谈生意是我的工作。我虽然不太懂谈单子，但是我懂技术呀。而且我作为公司副总，我总得多学习啊，补足短板嘛。行，那你到时候得听我的。行，你就当我是助理。什么助理？丽姐晚上有一个饭局，我想陪她去，我去学习学习。行，那你照顾好丽丽，别让她喝太多酒。好嘞。谁照顾谁还不一定呢。